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白启远立在宋毅的办公室门前。你们俩目前是试着交往，你若还想维持这种关系，就没必要跟他坦白和唐玉成那档子事儿。这话一旦出口，你们这层关系就变质了，以后还怎么相处？耳边响着梁浩天先前的告诫，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1个小时。他想在公事开始前和宋毅说清楚。他抬起一只手，屈起指节，准备叩门，却发现门并未完全合上。宋总，恒远科技的王总想约您吃个饭，详细谈一下下个季度的合作。您看定在明天晚上可以吗？这是特助张旭的声音。你过来，我告诉你。宋毅的声音磁性且慵懒。过来，离我这么远干什么？怕我吃了你？安静了几秒，紧接着是布料摩擦的声音。室内，宋毅一把拽过张旭的手腕，用力一扯，张旭惊呼一声，整个人跌坐在宋毅的大腿上。随之而来的是令人脸红心跳的吮吻声和沉重的呼吸声。良久，宋毅才微微抬头，张旭气喘吁吁地埋怨道：宋总您太坏了，昨晚给您折腾了一整夜还没够吗？不够，远远不够，所以你现在就得补给我。要是白教授知道您这么欲求不满，不知道还敢不敢跟您继续交往。白启远，宋毅语气里带着一种势在必得的狂妄。我早晚会把他收了，到时候咱们3个可以一起试试，看看到时候你们俩能不能让我这个欲求不满满足了。人家可是大教授，学问高着呢，哪能看上我这种小助理？助理怎么了？只要你在床上够骚就可以了。说完，两个人又开始亲密了起来。门外的白启远听得清清楚楚，他心如止水，没有愤怒，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他转身走向公司的休息室，他甚至有了心情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之后的事情按部就班，公事谈完后，在合上笔记本电脑的那一刻，白启远开门见山：宋毅，我想说我们俩不太合适，就让我们这段关系到此为止吧，及时止损。如果你介意，我也可以提前结束在 Novis 的咨询工作。不合适。宋毅猛地起身，绕过办公桌，步步逼近，浑身散发着压迫感。白教授，当初试着交往是你点头的，现在连手都没牵热就要撤。你是觉得我宋毅这里是公共汽车，想上就上，想下就下？那你想怎么样？跟我睡一晚。宋毅眼神阴鸷。不可能。白启远，大家都是成年人，装什么纯情？我给你最优厚的条件，给足了你面子，像供祖宗一样供着你，结果你就给我这个回答。你这种高知分子骨子里其实比谁都傲慢，是不是觉得我这种满身铜锈的商人配不上你，对吧？宋毅，如果因为我的拒绝太过唐突而伤害了你的自尊，我向你道歉，但我完全没有看清你的意思。你是位优秀的商人，是我的老板，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怎么说也都是我配不上你。哼，知道就好。宋毅转过身，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戾气。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也迅速在心里算计着白启远背后的信息、学术资源、Novis 正在关键期的商业项目，以及一旦撕破脸后的公关成本。为了一个还没吃到嘴里的教授，让目前正要起飞的项目停摆，这笔买卖太亏，代价太高。想通了这一点，宋毅语气一转：行，你要分手，我成全你，但前提是不能耽误工作，把工作做好是第一位的。宋总多虑了，职业操守我还是要坚持的。白启远起身把电脑装进包里。谢谢宋总的成全，既然我们达成了共识，那我就先告辞了。白启远走得干脆利落。宋毅盯着那扇关上的门，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离开 Novis， 白启远拎着包，步履略显沉重地走向停车场。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座上就开始发愣。他自嘲地勾了勾唇角，低声呢喃：说到底，和宋毅的这件事还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为了让唐玉成对我死心而利用他，自己作的，什么结果都得受着。嘀咕完，他抬手转动车钥匙，发动了汽车。一眨眼的功夫，都已经快2个月没见白启远了。每个周末，唐玉成都会接到白启远的电话，但每次通话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少在电话里直接询问他的学习情况，怕给他压力。如果白启远真有疑问，他会直接去问林清源。于是，两人的通话内容多半是些日常叮嘱，要好好吃饭，注意休息，降温了记得多穿件衣服。
这些听上去近乎例行公事的寒暄，但对唐玉成来说却有着久旱逢甘霖的意义。只是每当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心间的喜悦便会化作强烈的催化剂，让他原本压抑的思念愈发变得浓烈且难熬。唐玉成知道白启远是有意在躲着他，宿管老师倒是会有规律地通知他取走寄放他办公室里的一箱牛奶和一大袋子水果。不用问，他也知道这些东西是谁准备的。全 S 市除了白启远，没有第二个人。来都来了，也不让我看上一眼，小气。不过唐玉成的这种失落情绪很快被排山倒海的学习任务和工作替代。今天唐玉成要拍一则广告，虽然没有台词，但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对眼神和肢体表达有一些要求。为了这支广告，陆征提前和他把拍摄思路梳理过一遍，到了现场又不断和他沟通，让他更快理解导演的要求，进入角色的状态。陆征告诉他，高级感不是演出来的，是一种有意的自然流露。总之，片子最后拍得很顺利。收工时，厂商老板的助理径直找上了唐玉成，语气客气，却带着很明显的暗示。唐先生，我们老板挺欣赏你的，晚上想请你吃个便饭，顺便聊聊后续深度合作的事情。唐玉成还没开口，一旁的陆征二话不说，直接挡在了唐玉成的前面。感谢王总的厚爱。陆征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假笑，眼神冷冰冰的。不过玉成接下来的行程已经排得很满，今晚我们还要去见另一个品牌方。您所说的深度合作的事，麻烦助理先生把具体的方案发到我邮箱，我评估后会尽快回复您。说完，陆征头也不回地拉着唐玉成走了。随着这段时间的业务往来，唐玉成觉得陆征这个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个世俗圆滑的老油条，但行为方式却极有分寸，懂得进退。星途娱乐老板的意思是想要签下唐玉成，但合约时间很长，一签就是10年。唐玉成心里没底，他当模特拍广告，最初的动力只是想挣快钱，除了尽快攒够明年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如果挣到了超出计划的钱，还可以尝试做点别的事情。正在开车的陆征看出了坐在副驾的唐玉成的顾虑，他透露他最近一直在筹备自己的工作室，准备出来单干了。星途是大平台，资源多，但条条框框也多，我挺看好你的，不如咱们一起干，有活咱们5-5分，各自独立，你没卖给我，我也没欠你的，你觉得怎么样？那当然好了，我刚入行，什么都还不懂，还望陆哥以后多指导指导我。好说好说，将来你的行情越来越好，我们也跟着沾光啊，以后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陆哥，当明星真的能挣很多钱吗？车窗外的霓虹映在唐玉成年轻的脸上。那是自然，一旦你演的剧或参加的节目爆了，你的知名度会呈指数级上升，到时候好机会和优质资源都会来找你。等你站稳了脚跟，手里有了足够的话语权，挣钱就是顺带的事。唐玉成点了点头，感觉又长见识了。当然，这演艺圈比模特界要更复杂，不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那些整天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人，最后可能只等来了石头。唐玉成被逗乐。哼，陆哥，你还挺有幽默感的。白启远再次见到唐玉成的时候已是元旦，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不一样，本想开车去学校接他回来，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唐玉成推开家门走进来时，白启远心跳加速，那种难以言喻的悸动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唐玉成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家，忍不住环顾一下四周，目光在陈设间流转，家里的一切如旧，唯独迎面跑来的那个小家伙芝麻酱似乎又圆润了一圈。唐玉成弓下身，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指尖没入猫咪厚实的软毛里。伙计，你该减肥了。这才多长时间没见，你怎么瘦了这么多？白启远盯着他，语气里藏不住的担忧。你到底有没有按时吃饭？此刻的唐玉成面部轮廓清晰利落，身上一件剪裁考究的长款呢子外套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透着一股时髦和洋气。他当然不能说实话，为了更上镜，他必须进行严苛的饮食管理，跑步锻炼则是为了好看的身体线条。他只能轻描淡写的回应，平时学累了就跑跑步来放松一下。唐玉成直起身，看了看家里，看了看猫猫，终于可以仔细看看面前人。每次这么看着他，我都受不了，就想抱他亲他。你的耳朵怎么打耳洞了？那枚小小的金属耳钉衬得唐玉成清冷又叛逆。倒是很适合他，但重点不是这个。你到底有没有在专心学习？怎么还有闲心去折腾这个？打个耳洞就几分钟的事，
耽误不了学习。唐玉成有些无辜的辩解。就会狡辩。白奇远很无语，